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吴峥发言人、殷乃金小姐、洪孟凯委员、江义珍发言人。习近平啊，反正昨天1月1号，所有全世界的领袖都在发表国庆贺词了啊，那新年贺词了。那习近平当然有话也发表，然后赖清德也发表啊。那习近平，因为大家注意，习近平在讲什么？两岸特别，两岸只有2句话啊，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祖国统一大势势不可挡，就这样子啊。说去年呢，还有比较什么这个讲他比较温情一点，经常就2句话啊。那而且呢，他说2025年去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啊，主要讲了很多点。那台湾注意的一点就是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哦，以前大陆不纪念台湾光复纪念日，那现在你台湾不纪念，我大陆就纪念啊。那另外呢，这个大陆跟日本关系恶化哦，然后呢说对立恐怕会长期化。高市长描述跟中国的对话始终保持开放，我们没有不要跟他对话，我们也保持开放啊。哦，那另外呢，高市一直希望3月到美国，因为4月川普要到大陆跟习近平见面，所以呢，希望在川普跟习近平见以前，他先见啊。所以呢，要巩固跟美国的关系，他怕被边缘化哦。那另外呢，这个中日因为关系紧张，习近平呢要跟李在明见面，韩国啊，要拉拢韩国啊。那另外呢，这个李在明1月5号跟习近平会谈，马上到了哈，3天以后。那说呢，大陆围台军演啊，也对韩国这个画了红线，就是你不要在上面啊，这个乱讲话啊。那所以呢，韩国会不会也变成施压的目标？那不过南韩呢说尊重一个中国的原则啊。不过实际上，你只要跟中国建交，他们都会有这个表态。建交时其实就讲了哦。所以大陆现在生气的时候，你建交的时候明明这样讲啊，你现在怎么又想变呢？啊，川普的身体都受到他瞩目了。哦，你看那个很多那种像什么领导人啊，什么尤其那种集权国家的哦，常常都死了很多次，因为他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哈。那川普79岁，他仅次于拜登，是美国第2老的总统，拜登是最老的。那川普说我基因很好，老算什么，对不对？基因非常好。而且呢，人家说你们老是闭个眼睛呢，然后闭眼睛是放松，哦，然后呢，人家说你这个是要跟他讲话声音要比较高，他说是因为太吵了，现场太吵嘛，所以我听不清楚嘛，哪是我老了，我根本不老啊、哦。那他每天要吃这个大剂量的阿司匹林啊、哦，为什么呢？就一般的这个老沈医生在这里，一般都吃81 mg 的阿司匹林，而且常溶性的，避免对胃造成伤害，就是让这个血啊不要凝固了。但川普一天吃325 ml， 而且他吃了很多年了。他说：“我不要让我的血通过心脏是粘稠的血，我希望它轻轻的、淡淡的啊、哦。所以呢，医生叫我不要吃这么大，我还是要这么大，而且我已经吃了20几年了啊、哦。所以呢，这个我这样说得通吧？啊、哦，好。那么川普呢，他前阵子呢去做一个这个电脑的扫描，就被他质疑，他干嘛？”哦，说这个到底 MRI 跟 CT 有什么差别啊、哦？那这边就告诉你有什么差别。CT 叫做电脑断层 ，MRI 叫做磁振造影，看的病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因为之前呢，川普去年10月，《华尔街日报》了说他接受 CT 检查，哦，那外面说他以为他宣传叫 MRI， 后来现在说哪是 MRI， 是 CT 检查。哦，所以引大家蛮大的关切。老沈 ，CT 跟 MRI 有什么不同 ？CT 跟哪个严重？检查项目不同嘛？这边讲检查是不同嘛？不，这一节有3个问题啊，我先从最简单的讲起。高市去美国就是要说，习近平你川普你到中国大陆，你去劝啊，不要再僵了，是为了中日关系去靠，他不需要巩固美日关系，美日没有什么好巩固的，兄弟们。对，好，那再讲阿司匹林，我觉得川普是有病啊，他只是逞强，不愿意接受而已。吃320 mg 的阿司匹林的，这个剂量很大，而且每天都吃哈，这个其实是伤胃啊，有的时候还要脑出血这一类的哈。所以这个通常他总统有御医嘛，不会同意这样吃法。他不管御医啊。他既然要这样吃法，表示他很担心他的血液会凝固，而且他的心血管系统恐怕是在。那医生为什么叫他不要这么高呢？恐怕是在高风险状况之下。我懂了，那恐怕是他自己要吃的。对啊，因为他害怕。
他害怕。哦，那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他就不需要吃阿司匹林，他只需要跟我请他打电话问我，我叫他吃别的比较安全。不需要吃那么高剂量的这个阿司匹林。他根本不会听医生的话，你也不听医生的话，医生叫你说你都听吗？你都不听啊？我没有听，结果我第一根支架动22年了，22年没事。所以表示不用听。但是医生这次说我再不听他的话，他不要我了。所以我就好，我吃，但是我吃如果再下22年不得了啊！我100多岁了，我100多岁。好，那下来我要讲这个习近平的演讲。我喜欢的，你喜欢不喜欢？我无所谓喜欢不喜欢，你讲吧，为什么我喜欢他的演讲。你在台湾讲这话要很小心，喜欢也不好，不喜欢也不好。我就是喜欢。好啊，那他的重点在只有2句嘛，一个是血浓于水。我要问我们的帅哥发言人，你喜欢不喜欢？不喜欢，因为你是南岛民族嘛，对不对？怎么血浓于水？但是呢，你听到川普讲了血浓于水，你就放心了。习近平啊，习近平讲血浓于水，对，习近平讲了血浓于水，你就应该放心。他就说不要打了，我不会打了，除非你讨打。他为什么不能打呢？那你血浓于水，你再打，你就是违背你是中华民族的道义上，你不能自己打人呐，那除非你讨打啊。那如果说他说血浓于水，你说我跟你什么血浓于什么鬼水？我是南岛民族，那怎么办？而且他下面一句就是说统一大业谁也阻挡不了，你一定不高兴，对不对？你就让他讲啊，有什么关系？他不讲才奇怪，他不讲对国人没办法交代啊。所以有人宣布很爱你，你让他讲啊？难道所有说我爱帅哥吴峥啊，你都很生气？你怎么可以乱爱我？这个就是生气的不是他了。这个我还没讲完呢。我刚。你已经在本节目向北京喊话2次以上了。他应该讲是血浓于水，所以很显然的就是我不会打啊。万一不幸你讨打啊，打了，你们花的那个1点多兆要盖成那个台湾之盾啊，派不上用场。太可惜了，然后民以伤财，请你留着建设台湾。他如果这样讲，了不起啊！为什么他不讲？我就是碍于他是大国的元首有些就只能放着，不能讲得太清楚，因为讲得太清楚，吴峥也没办法交代啊，对不对？他只能适可而止。但是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全国居民同胞们，很多人问我会不会打，我说不会打。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相关新闻。北京当局选择在2025年的最后几天，以在台海周边的军演和铺天盖地的宣传认知战，对台恫吓的同时，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施展软硬两手政策。周三晚间发表2026年新年贺词时，一面重提血缘老调，一面继续高呼多年来主张的统一大业，同时大秀解放军军威的这个大场面。一方面强调这场2战结束80周年的纪念活动令人难忘，另一方面特别借机提及台湾，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北京当局选在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80年之后，宣告设立所谓的光复纪念日。习更在2026年新年贺词里特别提到这件事，借机推进统战与民族主义的用心也不言可喻。有关军事行动是为了遏制台独勾连外部势力祸乱台海，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北京当局在大陆国内经济持续低迷、消费信心不足的情况下，仍坚持烧前3天开展耗资数以1000亿元人民币的台海军演行动，并且宣称相关做法是为了遏制外部势力。然而，实际效果却是让国际社会加倍关注台海。那金。其实对大陆来讲，2025年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中美的关税大战里面，中国大陆赢了。美国对于北京当局呢，其实无计可施。然后4月2号呢，大张旗鼓的征了关税之后呢，一切都回到原点。那现在看起来呢，川普现在关税最大的关口呢，就是看看最高法院做出什么样的抉择。而当全世界都趴下来然后都跟川普求饶的时候，只有中国挺在那边。而且中国到目前为止呢，中国不但是在关税里面呢占上了上风，而且它的经济成长还达标了还达到他自己预定的5%
而且它总体的经济量呢又创了这个新高，这些呢都是中国大陆呢会让世界各国呢都会吓了一跳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就。当然，在这个两岸问题上面呢，我觉得习近平对于两岸关系上面的琢磨呢，其实是越来越简单啦，越来越原则性啊。他说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当然这就是如大佬所说的，他讲这样子还是比较好的啊。他哪天呢连这句都不提的话呢，只跟大家讲这个祖国统一势不可挡，好，台独呢死路一条，那可能两岸就真的是走到一个非常比较绝望的一个方向去了啊。但是呢，最重要的大事呢，还是在于说，当一个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呢，他在2026年的新年谈话，它可以隶属中国大陆在过去1年来的这些各种的，不管是科技的、军事上面的各项的进展的时候，相较于台湾赖清德的2026年的新年谈话，从什么谈那个4个什么面向啊等等，就显得非常的空洞，就只是在做文章而已。我觉得这点来讲，对于台湾呢，我们过去花了1整年在搞大罢免，然后今年的开局呢，又是在宪政中途的情形之下，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新年新气象的感觉。而且在两岸的不管是军力、国力，还有在国际形势上面的消长来说的话呢，现在差距是越拉越大了哈。高市早苗的确非常的急着，希望能够在3月份，川普到北京跟习近平会面之前，能够先将这个其实不只是中日关系，他希望这个美日关系呢，能够从川普的口中得到更多的承诺和保障。如果说媒体的报道属实的话，过去这一段时间，高市早苗因为讲台湾有事，日本就是处在这个存亡危机事态，川普是打了电话跟这个高市通话的时候，等于是在警告高市说，你不要给我惹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于美日关系来讲，日本当然会感到非常的惴惴不安哦。然后我们看到这一条线呢，日本呢积极的希望能够抱着这个美国，然后得到美国更多的承诺。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大陆呢，真的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啊，展开它的多国外交。1月4号，李在明总统就要去了，然后欧洲几个很重要国家的领导人也要相继的去，所以它总体的反应就是在这一次的大陆对台军演的时候呢，这些国家都到演习结束之后才发了一个非常形式化的声明。所以我们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最新的很现实的一个国际形势的时候，我觉得赖清德总统呢，真的是不要再关起门来做皇帝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中共军演管碧玲说，因为他有一个副署长要归建，然后一个什么要退休，所以呢，本来长官遇到这种事请客也是对的，增加感情嘛。可是因为时机了，时机因为这个老共才军演虽然他们说这个29号宣布演到30号下午6点，但老共事后并没有说停止啊，一直到昨天31号。前天才下午6点才宣布说我们停了，那继续还有飞机绕，船有在绕嘛？那当然他这个聚会餐饮一定是先约的，但遇到这种情况就把它停了嘛，也没什么了不起啊。那管碧玲说我停了以后，那些人从东南西北过来啊，还有离岛过来，那个什么离岛过来不可能前1个礼拜就过来啊，他是要求要两周，怎么会要2周呢？台湾交通这么方便，1天就可以来回了吧？难道为吃你这个饭还头2天3天要在这边住旅馆吗？不太可能嘛。好吧。但被骂以后，管碧玲说苛责我一个人担当啊，那你不一个人担当，别人帮你担什么当呢？你们叫赖清德帮你当吗？叫那个副处长已经要退休帮你当吗？当然你自己当啊。前线官兵在卖命，后方在饮酒作乐。所以管碧玲发长文道歉，说好你们的批评，我拢接受我都接受。那而且他说他独自吸收唇刀舌剑，那网友不满，所以你讲那么多就是赖着不想走嘛，应该下台就该下台嘛。昨天我们讲过，谢双川
对，只是爸爸节，然后请在那个福华那个下面那个吃稀饭的餐厅，也没有那个餐厅就普通餐厅，也不是多昂贵的餐厅，请他岳父90几岁的吃个稀饭，骂成把他逼下台。刘兆玄去染个头发，也把骂了个臭头，就是，所以呢，管碧玲这样子，而且海巡署这次最严重就是海警船跟大陆那个我们的海巡署跟大陆什么海警在那边对峙他都越界了。那前线的这个官兵这么辛苦，你在后面验引，你这个不应该做的事情嘛，所以呢，媒体啊、立委都他应该下台那所以呢说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那钟嘉宾就说，这是你国民党1940年的腐化，现在骂我们的这个管碧玲好吧，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薛湘跟刘志颖都被网络拿出来讨论，说，他们那时候都要负责，你们现在怎么都不要负责我们看一下。31号晚间的8点12分，海委会主委管碧玲播出这段影片。画面是海巡弟兄执勤日常，诉求只有一个，和平是唯一方向。这当然也是要跟2个小时前才结束的中共军演做喊话。只是在军演结束前，管碧玲也被直击南下吃大餐。30号晚间10点，管碧玲透露，因为隔天一早要到高雄召开扩大主管会议，所以不得不离开应变中心。不过31号中午也被发现出现在高雄的餐厅大啖美食，从12点40分一路待到下午2点。这个联系汇报可以有比较弹性的时间可以做安排嘛？怎么样等到军演结束之后，大家比较空的时候再来做联系，也未尝不可。那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海委会要这么坚持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消息曝光后，管碧玲也在脸书发表7点声明，为断然取消惜别餐会有任何批评，虚心接受，造成负面形象，深感抱歉。但也强调，中国海警船在30号的晚间6点已逐渐远离，且自己不在应变中心时，仍持续发文应对认知战。只是尽管军演在31号看似没海巡的事，不过一整天仍有3架次的共机共建17艘及公务船8艘在台海周边，甚至还有2颗空飘气球，其中1颗还越过本岛上空。来孟凯，所有苛责一人承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请下台负责，负起政治责任。我想，我们今天会讲那么严厉，并不是说对个人严厉，或者说我跟他有任何私人恩怨，没有。但是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海洋委员会的主委，他下面所主管就包括海巡署等相关单位，在这一次从30号、31号的这个中共军演来讲，没有错，第一线的基层官兵弟兄都还在前线凄风苦雨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在后方，我们的高官居然是在星级餐厅里面宴客，这个互相的这边你兄我弟的情何以堪？你如果说让基层官兵弟兄看到，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再者，更重要的是，这其实是非常白目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要问，完全餐宴或者是宴客没有办法延后一点点时间吗？到底是餐厅会跑，还是你人会跑？所以说这怎么样都说不过去。昨天我们看到说海委会这边有7大理由，但其实理由都不用讲，你就是往后1个礼拜、2个礼拜，等事情告一段落，你要宴客再来宴客，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而且还有媒体报道讲是说，其实有幕僚建议说要不要延后，到最后他居然是讲是说没有关系，不要延后。那我们再请教，什么时候中共突然临时宣布是说要军演？以民进党又有一些人讲的是说，其实上礼拜就有掌握讯息。那以中共那边的一个消息出来是这个礼拜一29号出来。那不管怎么样，你难道认为是说演习他就是那么乖的，像照剧本演出一样，不会有任何擦枪走火可能，或者说他时间到就乖乖休兵吗？那如果说真的以我们赖清德总统一直讲说2026年、2027年中共武力犯台的一个企图或是决心的话，那有没有可能以训转战呢？所以我们要做好最万全的准备，那就应该在29号当天知道的时候，你后面这几天的行程你应该排开就要排开啊。但没有想到不是，反而是持续的宴客，你用任何的理由其实都没有办法自圆其说，所以这就是没有警觉嘛。最后我们也要讲的是说，在这一次的一个军演里面，连同上一段节目我们讲到整个东亚的形势，其实看得出来啊，你虽然讲是
也有人讲是说，中国大陆它可能针对的不只是台湾，还有包括是日本、高市早苗等等的这些相关言论。但这一次5大港口的封锁是事实。那一天演习完毕之后，我们也很想问，如果说他今天不是只有1天、3天、5天，甚至7天，因为以往大家就讲我们的能源相对是脆弱的，我们都需要靠这个运气船等等来进出，所以说其实它这样的一个封锁，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于我们台湾未来的能源命脉来做一个闲置。那我们有没有几套剧本来因应？因为在这一次的演习完了之后，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政府有任何大动作，有办法突破这样的一个封锁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我们真的还是再一次呼吁啊，海洋委员会非同小可，在这个位置上，任何的主观如果没有同理心，或者说跟基层同仁完全没有办法站在一起，而只想着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话，那真的你有要任何的政治责任都应该负起。那吴征发言人。这场参叙的时间是在前天12月31号的中午。那管碧玲主委他也出面来对这样的一个行为道歉。那之所以他说由他来承担这个政治责任，因为他自己也谈到说，其实他当时有考量过要不要因为这一个中共的军演来去把这一场参叙取消，但后来决定不要。那我觉得其实主委现在也道歉了，那包含刚刚来宾讲的，我觉得其实也都合理，因为包含就虽然中国宣称是29号到30号来执行军演，可是你也很难说，那他会不会突然有个风吹草动，会不会他突然有一个什么样情况的加剧？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应该要来去做检讨跟改进。但我也还是帮管主委讲一下，就是他也说明说为什么他最后没有去把这个参叙取消就是因为他的海巡署海委会里面这个一位是陈四川分署长，服役46年，另外一个是他的黄孝文副主委这个海保署草创8年到现在也要归建了。所以主要是因为这2个部署要离开海委会了，那他基本上是希望说好好的慰劳他们，体恤他们辛劳。所以我觉得，当然大家可以去讲，也应该这样讲，就是说，那你这个时机判断是不够敏锐那是不是应该体察这个海峡两岸紧张情势，要有更智慧的做法？我觉得这都没有错。不过我还是讲，就是说他也是希望要去慰劳下属，体恤下属，也不是单纯的一个说大家寻酒作乐这个开心心吃吃喝喝这个样子。所以但这部分当然管主委已经道歉了。那我回应一下我们刚刚第一趴讲到的这个两岸情势的部分，因为习近平这次的新年谈话，其实我没有开心跟不开心，我就是来观察。那习近平当然他第一个讲到统一是大事势不可挡嘛，第二个他主要还是把所谓中共这边3个80年扣合到他的发言里面，就是中共定调202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以及台湾光复80周年。所以我觉得对我们一个可以观察点就是说，其实这个是习近平中国现在官方叙事嘛，就在这里面，因为我们之前会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才76岁，你怎么会纪念抗战胜利80年呢？可其实等于是他已经自动把中华民国在历史上一些相关的作为直接已经吸收了嘛，他现在要在历史上直接把这一段抹去，无缝去接轨。那也可以看得出来，对中国的一个内部的民族叙事而言，就是台湾是当时在甲午战争中失去的土地，所以现在民族要伟大复兴，对习近平来说，他要诉求国内的伟大再起，台湾要拿回来，就是他的设定的战略目标重中之重。所以我觉得其实习近平把话讲得很清楚了，因为后来郑丽文主席有回应说，希望两岸立场不同，大家各自理解。但我觉得这也不是各自理解的问题，是对习近平来说，他已经把他的战略进程，他的一个国家未来的想象讲很清楚了，就是统一大事势不可挡，台湾一定要收回来。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包含为什么我们要去做军购，我们也必须要来因应的。那宜珍发言人。刚刚吴征发言人说，所谓的承担政治责任，这个管主委已经道歉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歉是什么道歉呢？他发了一篇脸书文，这个叫做负起政治责任吗？还是说应该是像我们刚刚孟凯委员，像我们今天早上国民党立院党团开记者会，要求管碧玲应该要引咎辞职，负起政治的责任，这个才是真正的负责吧？所以你看得出来，其实今天早上党团就提出了3点的严正声明，呼吁呢这个不管是这个轻忽职责要对外说明，然后一些相关的说明之外呢，其实我认为现在其实因为这个台海的情势相当的特殊，外界其普遍认为这个海巡呢要逐步的转型成为第2海军，所以这个应该要专注于实质的领导跟训练，不是流于形式。但我们看到管碧玲主委他在做什么？他可以为了这样的惜别宴，然后不用取消，然后所谓的负起政治责任，就是发一篇脸书。当然
一个主委、一个政务官，他去热衷经营脸书跟媒体互动，这个不是很不好的事情，也甚至是可能是他从民意代表以来相关的一些习惯。但你不能耽误正事啊，要不然你要怎么样去扛起所谓第2海军的责任呢？那再来，我们看到赖清德政府声称说啊，我是这个从从容容的去应对所谓的环台军演，但在这个敏感时期，你看到高层办婚礼啊，然后主委参叙啊。你要叫这个基层的海巡跟军人去承担最重的压力，高层这么的失能，那请问一下，我们到底怎么样相信赖清德政府可以守护我们的国家？所以你看到现在的情况就是基层在拼命，在海上拼命，那高官呢？他们在干嘛？他们在参叙，他们在拼酒。所以民进党口中的这个抗中保台就只是口号嘛，吃饭聚餐办席别宴才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休息一下回来。